嗨，大家好。每天的任务啊，健身骑行。天气呢，就像大家看到的，这是阴沉的天，但时不时呢又会透出几缕阳光。然后你如果去看一下天气预报呢，基本上就是这种阴天和太阳交替啊，气温呢大概33度左右。就这种天气啊，在广州初秋时节啊，其实很快就要中秋了，因为我都发现家里人已经把月饼都买好了。大概今年的中秋呢，应该在9月中旬左右吧。不管怎么说呢，对中国人来讲啊，团圆的节日又要到了。往年呢，经常会跟国庆假期啊重叠，所以呢就会有8天的假期。但今年呢，离得比较远，所以大概也最多只能3连休了。3连休的意思呢，就是周末2天加上一个中秋节。所以大概今年呢是中秋，很多人会选择在家里和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的小家庭团聚啊，就我觉得也不错。因为中国人呢以前真的穷得太久了啊，所以经常会有些词听了让大家心酸，比方说离乡背井，对吧？就好像你离开了自己的老家，到外面去闯荡生活，或者呢去寻找一片新的天地啊，那就意味着你会在很长的时间失去和家乡的这种联系啊。那以前说的这种联系呢，就是地理上的联系，因为交通不便啊，再加上可能古时候啊，真的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什么都靠2条腿走，挑着一个担子啊，带着自己不多的随身的行李，辗转这个各个地方去讨生活，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这就使得中国人呢，从古时候开始就会非常希望有一天和家人团聚，而且呢也会把很多的节日啊，特别跟这个月亮有关的，因为以前古代人可能就是观天看星，通过这些天上的太阳月亮就寄托一种情感，尤其是月亮啊，一直看上去比较优越，看上去比较呢让人能够感情丰富。其实这跟月亮的某种引力可能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比方说在这种月圆的中秋节，据说是1年当中月亮最圆的时候。那当然其实包括春节后的元宵都一样，就大家会觉得这种月亮圆的时候就应该是团圆的，久而久之呢，就在这个大家的心目当中啊，或者那种记忆的基因之中啊，基因的记忆之中，就会每到这种时候呢，就每逢这个月圆倍思亲，就希望呢尽可能的跟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家人，以及呢和曾经自己成长的这个环境啊，去做一次团圆。这就造成了呢，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都会尽可能的赶回家去啊，尤其是现在相对来讲条件好了一些，且呢有很快捷的交通工具，
这就使得大家呢可以搭乘飞机，那更多的可能是高铁啊，就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那么当然了，那些传统的食物礼品，主要呢就是买一些月饼和一些相关的中秋节气这个时候吃的食物呢，和家人一起度过1-2天美好的时候啊。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的人文传承，尤其是在古代啊，几千年这样的漫长的相对生产活动生产效率比较低下，那么也没有什么科技的元素，面对辽阔的国土啊，所以呢每一次出行都非常的困难。在这种时候呢，就产生这种思乡之情啊，用这种月亮圆月的这个时候来寄托对亲人的这种感情啊，我觉得是理所当然啊。但是呢，现在啊，真的慢慢情况有些变化了，就是大家在这个变得越来越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啊，很多人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就除了思念家乡和自己的亲人团聚这样的想法之外呢，还希望有自己的空间和自己个人的一些，比方说旅游啊，和自己的小家庭一起过一些这个平静开心的日子啊，就不一定呢就非要赶到乡下，赶到自己父母的居住地，去和自己儿时熟悉的环境或者自己的亲戚这些去相聚了。所以呢，我想也是啊，经过了相当长的一个现代化的进程，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们可能更多的在这种中秋佳节想的未必是赶回家去，而是利用在这个紧张的工作之余好不容易得到的1天或者连休的那么几天呢，去做一次充电式的小旅行。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合理，也是大家呢为了应付现在这种真的越来越紧张、压力巨大的生活所必须做出的一些调整。所以以我而言呢，真的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希望或者期望自己的孩子在他们好不容易有休息的时候，非要让他们回家，一定要和家人吃一餐团圆饭啊。我觉得心里头彼此存在着对方就好，这也不见得说一定就要以这种叫孩子们赶回来这样的形式呢，就耽误他们很多事情。这只是我一些个人的想法啊。说着说着呢，我又差不多要出祈福新春的这个门了。祈福里面呢，也不是每一个保安都乐意为你开门的啊。当然，有时候他们也是职责所在，特别是那些当保安不久的人啊，他对村里的很多面孔，他可能也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千万不能去怪他们不为你开门。因为作为村民来讲呢，携带出入卡啊，我觉得这是一种义务吧。现在呢，我来到了这个
出了村以后的，其实也是祈福的一个小区，叫祈福名都啊 ，Clifford Landmark。但是我突然发现，我无数次到这边来买东西，昨天我还来过，但是这个小区我好像从来没有进去过，所以我就突发奇想，今天能不能进到里面去转一转？好，我现在呢已经进到祈福名都这个小区，其实也是我们祈福的一个住宅的组团啊，到里面来转转。昨天呢还跟大家有分享啊，就祈福新村啊非常之大，居然一个新村就有欧洲的一个袖珍小国摩纳哥的2个那么大啊，我觉得还是颠覆很多人的想象啊。而祈福新村呢，在这么大面积啊，据说有7500亩地的这么一个大的范围之内啊，建了应该十几几十个各种各样的组团啊，有些呢建在山坡上，有的呢建在湖畔，那也有呢就在商店街的旁边。总之呢，它的那么多的这些组团啊，各有特色。有些呢是自成一体，比方说像这个我第一次来的祈福名都这个小区呢，真的我还是第一次进来啊，虽然进来以后发现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特色，因为呢它好像跟其他的一些组团不太一样啊，就没有看到有太多的这些人工湖啊，更不用说是围着那些湖依湖而建的，就感觉呢稍稍的有些单调。但是它山在边上有个祈福名都的商业小中心，而且有祈福新村最大的超市以及市场，所以在这边的生活应该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它的正南面呢，就是祈福新村的学校，当然那个不是双语学校，但是也是正宗的祈福的学校，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校呢，满足很多这里的村民啊，小孩子的就近读书，而且据说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相当不错的。现在呢，我从祈福名都啊一个门到了一个出口，但发现这块地方应该是一个狭长的地带啊，就我的右侧呢就是围墙了，这个外面呢应该是别人家的地盘了，所以我也就是随意的走走而已。这现在已经到了大家住所的门前了。
感觉它也有合理的地方。就你看这些过道啊，这些大家村民们利用的走道呢，应该是没有车可以进来的，所以它也做到了人车分流。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而且这些步道呢，应该还是非常的宽阔。但是这里头的面积相对就小了一些，没有什么特别的。好了，我现在准备从这边出去了。有些闸口这边出来啊，真的，这个村里头的出入卡好像并不怎么管用啊，刷好几次都刷不开，非要把它从一个袋子里头拿出来以后才能够递到卡。这边呢，就是祈福名都附属的一个商业小中心啊，又开了很多的跟生活有关的小店。你看啊，左侧呢，我们经常利用的照相馆、复印店、黑眼镜的店，这总之呢，生活的物资呢就可以就近来购买。最近我发现啊，很多小店都换了招牌啊，都改卖水果了。现在我的左侧呢，就是祈福超市，这是祈福今天最大的一家超市。当时刚开张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惊艳，因为它里面啊，整个装修啊，就不像是一个普通社区的超市，反而是像香港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不少的看上去比较高档的这种超市，因为它里面卖的那种进口的食品啊也比较多。你看，这又是一家卖水果的这种水果店，现在这种店特别多。但是我现在推车，我就不转到左侧的市场里面去，这里面有非常大的菜市场。这边有专门配锁的店啊，但是呢，就是没有修理单车的这种店。
不知不觉呢，我就转到了外面来了。我的左侧呢，又是一个小区了啊。我现在骑行的这条路的左侧呢，就是祈福医院的地方。这边呢也有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啊，但更多的呢是专业医院的门诊大楼、住院大楼以及各种检查设施的大楼。左侧看过去啊，就有祈福新大药房。这是我昨天啊刚刚到这边来配过药的地方。今天呢，我就从另外一个方向骑了过来。刚刚在祈福名都这个小区里面稍稍骑行了一下，就没有什么惊艳的地方。一个蛮普通的小区，完全是利用它的一个地形啊，然后呢，主要就是建楼。这跟我们记忆当中啊，这块地方以前呢是一个农场啊，养了很多的动物，给小朋友们留下非常天真烂漫的印象的。这个地方呢，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前些时候还有人在议论这块地方以前大家对它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啊，特别是有孩子的家长呢，在以前啊，像田园一样的这个祈福新村以及周边啊，成长的那种回忆啊，但现在呢，基本上就只剩了楼房了。但是客观讲啊，这比城里头的其他的小区呢，还是多了一些绿地，多了一些花园。我觉得很多事情只能相对而论吧。现在呢，我想进到我已经好久没来的活力花园里面，再去骑行一下。非常感谢保安给我开了门。所以这一片活力花园的组团啊，就是祈福新村的一个小区啊。我有一回也是偶然到里边来骑行转了转，掐指一算，差不多应该2年以前的事了吧。我记得是我刚刚喜欢上骑行，那个时候就到处想找一些地方去骑一下啊。首先当然就在很大的祈福新村里面去做一些探索，所以呢，就发现了这个活力花园。虽然它已经靠近市广路大马路了，但是整体来讲呢，真的它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自成一体，像花园一样的一个住宅小区。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真的还是相当不错啊，闹中有静。我记得当时好像还发现了还有一个公寓在里面，专门供出租的，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所以原本以为呢，祈福名都那边应该是更大，但现在看来呢，活力花园应该要比
起伏名都来的更加的宽敞。左侧现在起伏月子中心，这个起伏还有一些像老人公寓，还有一些商务公寓啊，有这种服务性的设施。就左侧的起伏护老公寓的牌子呢，后看已经把这个字都已经拿掉了，应该已经不在这边经营了嘛。右侧的围墙外面就是祈福大道，一路之隔呢就是祈福医院。我记得当年祈福活力花园2期开卖的时候啊，当时还来凑过热闹，就来到了这个住房的楼顶，正好向南呢，可以一览祈福整个新村无疑啊，就觉得还挺不错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已经围着它的外围转了一圈了，现在呢，我想骑到它里面有个人工湖，再沿着湖呢再去转它一圈。现在呢，我在活力花园里面的一个人工湖边上啊，刚刚呢就是从我现在眼前的这个门骑进来的，就贴着这个车道转了整整一圈了。现在呢，我就在这个湖边来走一走。你看这个湖啊，水还是很干净，但是呢，应该没有放满水吧，水比较浅啊。这个小人工湖里面呢，还有很多装饰。你看，这个岸边趴着很多人造的鳄鱼，还有大象什么之类的，就感觉还挺不错的一个地方。好，我们沿着湖去转转吧。我相信呢，大家可以根据我眼前看到的活力花园这个小区里面的一些景致，一些人工的造景，还有特地做了那么大的一个人工湖。更重要的呢，就是你看啊，它四周全部都是起满了房子。我觉得这个一楼就很好啊，因为这些一楼的房子建得比较高啊。就可以正对着这个湖，风景不错啊。就如果这一家里有大人、有小孩的，就随时看到有些同伴走过、熟人走过，就可以打个招呼，或者呢，就可以推开门，就来到了这个小湖边，一起休闲玩耍。我觉得这个生活就相当不错。你看，还建了很多的亭子，大家可以坐在亭子里头，免得日晒雨淋。还有很多的这些电梯，应该是下到这个湖下面的停车场。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并没有这个放弃利用啊，它下面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停车场来的。
但是这个小区里面的同样的，好像停车位可能也不够啊。晚上有很多车回来没地方停了，就乱停一气，被贴了很多的警告的单子。偶然到里面来骑车，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的，就像我现在这样的随意骑行。原来这边还有一条便道，我们从这条便道穿过这个人工湖。你看，我现在正对着呢，就是电梯下到停车场去的电梯。其实这边还有一个游泳池啊，但应该都没有用吧。然后左侧呢，你看有专门去到停车场的入口。祈福新村的这些住房呢，肯定算不上高级住宅，但如果说大家都能有这样的生活环境啊，就应该已经相当不错了，应该不低于一个平均的这个生活水平了。好，现在呢，骑出了活力花园，然后看看从哪个门转回祈福新村里面去。我的左侧马路对面呢是活力花园的2期，好像我也没进去过，留待下次再来探访吧。好了，今天呢我就随意的在千里村外转一转，去了祈福名都和活力花园2个相对封闭式，又是在祈福这个屋村的
大门外的2个独立的组团，我觉得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都不错啊，就看你各取所需吧。现在呢，我已经回到了学院路上。今天呢是9月1号啊，但是是星期天。明天呢就是学生们正式新学期的第1天。明天开始这边又会变得异常的热闹了。看看很多外籍老师应该都回来了。好，我现在还是从绿怡花园里面骑进去，抄一条近道。这边的住宅呢，虽然显得老了一些啊，但是好在接地气，够宽敞，也有自己门前的一个小院啊。我相信呢是更理想的住所。但是呢，现在你要拥有这么一片小院子的房子，那可能就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能够负担得起了。快中午时间了，年纪大的人都回去做饭了。还剩了一堆在这边打球的。好了，那就拍到这边，改日再见，谢谢观赏，拜拜。